好，来看一下目前中美谈判的最新进展哦。人民日报他要讲说，中方带着诚意到了瑞典，诚意不等于没有原则的妥协，磋商有底线，任何的对话谈判都必须在平等协商、互利互惠的前提之下来进行啊。不过有可能现在要再度这个休兵，延长3个月的时间哦。这个是南华早报这边说，根据消息人士这样透露的。那再来看到了这个港媒也讲到说啊，美国的商界领袖哦，可能会在本周去到中国大陆进行访问哦。传出波音的高层哦，其实也在其中啊，准备要去中国大陆，因为这个中国大陆的市场是他们非常重视的嘛。那川普呢，则是对外讲到了，他们非常接近跟中方达成了协议啊，事实上已经是达成了协议啊，但是我们会拭目以待。可是呢，这样的协议背后哦，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本来不是讲说9月3号的阅兵会是中美俄3国一起在这个阅兵场合吗？现在传出可能川普不参加9月份的咯，他要10月份或是11月中。11月份的时候来访问中国大陆哦，就会避开这个9月份的，所以是不是代表着其实谈起来还是很焦灼啦？但是这个讯息面呢，要这个正反两面的这种讯息啊，夹杂的这个对外宣布，制造一些这一种悬疑感嘛。那再来看到了这个美国跟日韩之间的这个关税。现在日本同意呢5500亿美元对美的投资啊，就说这当中还包含了对于台湾的晶片厂哦，也是可以拿到这一笔投资的哦。日美关税的协商内幕啊，根据这个日方媒体的报道，他们说，其实在6月中旬的时候就已经跟美方达成初步的共识哦，以巨额投资还有进口美国米作为关键的这个让步啦。最后才成功说服了川普松口，然后拍板定下这个15%的关税。那他们是用投资换取减免关税的方式，其实现在看起来好像变成了一个趋势哦，就是川普政府现在跟贸易伙伴的策略，通常都是说，你要有一笔巨额投资嘛。现在连南韩哦都要拿出了4000亿规模的基金来投资。那台湾同样也是啊，之前赖清德也在520就职演说的时候就讲说，我们要有一个主权基金嘛，这个可能就相当于是日本的5500亿，或者是南韩的4000亿，但是很难讲哦，因为日本本来也是说4000亿，后来变成了5500哦，所以这个4000亿是不是定案，还是只是个起点，很难说。还有这个美韩的高官在7月31号要进行会晤，韩国的媒体讲说啊，现在看起来好像美国要传达还不够的讯息，还在磋商一个超过1000亿美元的，我们就说嘛，4000亿搞不好只是一个基本价，这个从这边开始起跳，所以再加个1000亿上去，可能要个5000亿左右了。那美国还针对这个非原产地的第三国转运货物税，要课征高达40%的惩罚性的关税哦。那看起来虽然是对着南韩这样子讲啊，但是实则是要针对中国大陆，目的是要打击这个绕道出口的模式哦。那主要就是因为韩国这边的这个釜山港啊，常常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绕道的状况出现，那会不会也因此被波及到呢？南韩恐怕也会因此失去到中国大陆的货源。那欧洲同样现在也是揭晓了，他们被课征了15%的关税哦，但是同样也是让步非常多哦。他们已经同意价值7500亿美元的这个美国能源产品，而且呢，在目前的投资水准之上，要再额外投资6000亿美元，采购数千亿美元的军备啊！哇，这让的幅度非常的大哦。美国商务部长这个讲到，这个卢特尼克说，8月1号开征对等关税是不会延期的，各国的关税将会这个开始实施，那就是8月1号就准备要出发啦。那冯德莱恩也讲说，看起来这个15%已经是最佳结果了，不容小觑啦，已经是最佳结果，毕竟也让了这么多嘛，才换到了15%。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是15%，也许就像是日本啊，或者是这个欧洲啊，换到了15%，但是你看看你要付多大的代价来换取这个15%了。我们来问问亮哥，我这个都有进一步的纠缠哦，没有那么顺利了。这个你不要只看美方的说法比如说冯德莱恩今天就传出欧盟有意见，说钢铝税还是50啊，药品
不是比照15啊，现在欧盟有声音哦，要求钢铝跟药品都要15%，哦，这个有的吵了。那我跟你讲，那个赤泽亮正，赤泽亮正更悬啊，他出来说5500亿投资美国，那美国拿走90%的利润分配啊，这个对我们有利啊，这赤泽亮正讲的，他说因为里面真正投资的钱非常非常少，都是贷款，啊，他直接自己讲的啊，或者是政府担保，或者是日本的金融机构去贷款啊。那因为日本现在是负利率，贷款到美国还可以赚钱，他们就真的就这样讲然后赤泽亮正又说，细节还没有出来你以为我们会这么笨吗？所以我跟你讲啊，然后美国说韩国你要4000亿，那韩国事实上这个在上次就已经谈到了，韩国在当场就说我们真的拿不出来，因为韩国真的拿不出来，因为韩国是负债国嘛，那韩国后来就回来想说，好啦，这个大米跟牛肉不要谈我保证我会买能源大概是这样。那后来，因为他即将去美国谈判嘛，所以又说韩国的企业愿意挤出1000亿美元来投资美国结果贝森特就直接跟韩国说，你们不用来了，太少了，是吧？对，所以现在还卡住，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要看川普写的啦，后面有很多细节。事实上，我跟你讲啊。事实上，他现在说有很多国家都谈完了，包括越南然后那个日本可是实际上细节架构没有出来，而且越南现在还认为自己是11%，不是20%所以我跟你讲还有得吵，你不要以为就这样就结束了，不是这样的啦那中国大陆当然今天728开始在瑞典谈判嘛那我觉得美国已经把中国当做一个特例了啦。他已经跟关税战脱钩了，所以他就直接跟中国讲说，搞不好我们还可以延3个月，就是表示有很多事情要谈，惹不起。对，然后我觉得他已经把它除外了，他不受8月1号的限制那我觉得比较令人忧虑的是，昨天郑丽君回来，他说还没有谈完，我天哪，昨天是727他不是说他很难缠。我就还没有谈完结果所以一定是谈不出来，川普一定是也叫台湾要出一笔钱嘛，那这笔钱我们有点承受不住，一定是这样啦。还有他觉得你那个进口关税要开放一些啦，要降啦。我认为不会完全开放市场，我不知道，因为还没有谈完，因为他一定会看到别的例子嘛，他说你看越南、印尼进口关税都降到几乎是0对，你要比照之类的啦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国安产品占2/3，我们的出口有2/3是国安产品，那美国的国安产品它的税率是25%到50%所以它是不是要特别优待台湾？这个还有的谈，大概是这样。好，谢老师。其实看起来，美国现在把他的谈判这个贸易谈判对象已经分成3类。第一类是中国大陆，就是打不过就投降。所以中国大陆事实上是美国贵，不是中国大陆贵。那第二个就是说这些赚美国大钱，然后呢实力又不如美国的这些欧盟、日本、韩国，这是第2类。第3类呢？就是什么菲律宾越南欲求这些还有印尼，对不对？那菲律宾、越南、印尼都要19%，对，19%关税。然后呢，你家里面的关税就全部给我降到0，对。然后要你买大概买个500亿300亿美金，差不多就过关了。这是第3类第3批。第2批，欧盟、美国、日本、韩国，基本上就是说，你们大概就15%，可是呢？你们的市场也不要全部对我都零开放，你要选择性稻米什么汽车这些东西，农产品牛肉。那可是呢，你要对我进行大量投资，还要大量采购。
那欧盟是多少呢？投资6000亿，而且是额外的哦，原来的不算，再加6000亿，加码6000亿。不是5500也是额外的，也是额外的，再加码。另外还有什么？7500亿，你要买我的能源。对，7500亿耶，不得了。那所以这个就变成就是第二梯次。那韩国听说本来这次他的谈判代表要去华府，他说我准备出1000亿，后来呢，美国说你不要来了，说数目太低，1000亿。实在太低，你不必来了。所以韩国现在也很麻烦。所以呢，这就是说，现在就是说这些谈判啊，都是，然后呢，谈完以后呢，又发现问题。刚这郭委员讲的，日本现在通通给你翻案，通通不存在。稻米他说增加75%，人家日本说，不是，是在你的配额里面给你增加，不是整体给你增加。77万配额。给你增加，所以呢，现在两边就开始吵。我还觉得日本人挺高明的，反正先跟你搞成原则，然后我现在石破茂在日本还不错呢，继续干，继续干这个总理过关了，对不对？然后回过来再跟美国人再算，所以这个才蛮高明的。不过我觉得就是说，这些第三国转口货物增达惩罚性关税啊，其实是惩罚那些过去可以被转移的国家。为什么？你增加40%，然后我就不转移了嘛？对，我成本那么高，我就留在我原地去来生产就好了。对啊，而且现在说实话，中国大陆的关税也降到30%，跟你那个20%只差10%，跟你那些什么越南什么加10%，根本就没有必要去啦。所以谁被惩罚？不是大陆被惩罚，是越南、菲律宾这些可能被转口的国家被惩罚了。只有1000亿不能去，那我们郑丽君去，是不是代表已经超过1000亿啊？只能这样解读。来问一下将军，我认为这一次我们要跟美国的这种贸易关税谈判的状况，我认为并不乐观，不佳。你看看，我们看韩国跟我们同质性很高，韩国要对美国投资4000亿美元，你看那么多。然后这个是投资过去，然后这个还要这个利润还要留在美国，就变成这个状况，还要大肆采购美国能源产品、美国的农产品，还要包括美国的畜牧产品，就牛肉跟猪肉。你看，就是开放这3个，你还要开放哦，变成除了要到美国投资，还要开放这些市场，你这韩国怎么办？那么看日本好了。日本投资更多，日本要投资5500亿到美国，也要开放日本也要对美国开放农产品、畜牧产品、能源也是一样。那我们台湾也要这个状况了。那我们台湾在去年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是649亿美元，那韩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是556亿，韩国比我们赚美国的钱还少一点点，所以我认为不妙，因为我们赚的钱比韩国还多，那美国对关税会比韩国对台湾会比对韩国来得多，你要这样来看，然后也要开放农产品，也要开放猪肉、美猪跟美牛，还有内脏也要开放，还要开放能源、天然气，还有石油，还有油业源都要。你看变成这个状况，我认为按照这3个特色不妙。另外我们来看，这次川普要去中国大陆要去访问的话，带的这些他的这个贸易团呢，这些商业大佬，我认为有一个要买航空产品的话，就是买波音。那买波音买什么？我认为是买广体客机，因为中国大陆现在有C919已经初级量产。那买波音的777、787，还有767，不要去买法国的空中巴士的350跟 A380，你不要去买法国的 A350 跟 A380，要买波音的767、777跟787，都是广体。我讲的都是广体客机，所以变成这个要看中国大陆要买多少波音飞机。然后再考量跟中国大陆之间的这种关税的调整，所以呢，这样来看的话，我认为是美国有求于中国大陆多，拜托你买，拜托你来买，我带着团过去，拜托你来买，不是中国大陆提出来要去买，你要注意看，一个是有所求，一个有所应，中国大陆是应，美国大陆是有所求，美国对大陆是有所求，所以这个状况来看的话，这个主客这个关税的谈判。是有它的一个这个出牌的先后，那我们台湾就是出牌出太早，当初把台积电1650亿先丢出去了，那变成我们后面的筹码就相对有限。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忙回来。
好，来看一下目前泰检的状况啊，停火的会谈，双方代表今天在马来西亚会面啊，在这个东协这个轮值主席国马来西亚这边，在今天下午的3点钟展开会谈。那这个吉隆坡这边来举行哦，北京方面也派了代表来参加了，也希望说能够这个帮助他们赶快哦，这个取得这个和平的态势哦，这个发挥建设性的作用。那这个川普也讲到说啊，不停火就要苛征36%的税，而且是2国都要苛征哦。所以现在目前泰检双方啊都有意要来结束冲突，所以看起来这个对于停火初步已经是表达了这个有望停火的这种迹象了。再来，这个尽管呢，川普现在介入调停哦，但是他们现在双方还有一些零星的冲突吧。这个泰检仍然互控对方哦，在27号凌晨发动炮击，冲突已经造成了2国超过30人丧命，超过20万人要被迫离开家园，甚至在柬埔寨的贫民区哦，也有被炸的画面曝光了。这是泰国军方啊持续对于柬埔寨展开攻击，那在这边有多处的民宅是被炸毁的这个画面哦，也有因此曝光。那柬埔寨则是部署了中国大陆这个中方所制造的远程 PHL-03的火箭炮来发出警告啊。那这个多管发射形式呢，如果同时发射12枚飞弹的话，威力呢高达是420来，大约是8座标准足球场的威力哦。所以他们现在也是严阵以待当中。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画面哦，现在目前2国冲突的最新监视器的画面曝光，拍下了柬埔寨的炮弹哦落在泰国素林府的瞬间哦，还有骑士遭到波及的这个状况。那另外呢，泰国还派出了战象哦，就是大象都出来了。他们说这个大象是穿着迷彩军装，还背着2把突击步枪。那泰国媒体讲说，并不是要他真的去上战场了，而是鼓舞士气的一个作用哦。这泰国大象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这个好像精神象征，所以才派出了这样的战象出现。另外呢，看到了这个柬埔寨，他们现在有许多的公民哦，超过10万公民是从泰国这边来撤回去，那人海画面也因此曝光了。他们现在目前边境爆发了返乡潮，大概有10万名在泰国工作的柬埔寨公民呢，现在已经陆续回国，一天之内有大概10万人左右，已经有30%成功通关入境了。所以看起来这个冲突啊，的确是造成了2国相当的动荡不安。这个我们首先来问一下亮哥。这件事真的很不可思议啦，因为柬埔寨相对于泰国的军力啊差非常远，泰国国防预算大概是70亿美金啊，那柬埔寨大概只有8亿，结果我们发现是柬埔寨先动手，然后那个柬埔寨没有空军呢，那泰国还有这个 F-16 70架，我就不知道他是要干什么哎。那当然，那个柬埔寨那个泰国军方也在生气了，因为上次你对那个佩东坦那个录音带事件，对不对？那当然，佩东坦就讲到了某个军方的领导人嘛，那所以军方是有点反弹呐，就是爱国心就上来了，就觉得你洪森这个人实在很过分啊，所以我觉得。因为我跟你讲，这个边境冲突已经很多次了啊，就是这个历史上留下来的啦啊，就是有些是寺庙，然后寺庙用地，然后后来有互相的走私啊，那包括钱也有毒品啊，都有啊，军火也有啊，可是泰国是在第2天就出动空军了，所以我是觉得蛮故意的，就是一定要教训你。实在太嚣张了，有这个味道了哦。那现在我就觉得很奇怪，就是我就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打这么大啊？那大陆那边又流传出一种说法，说有一个柬埔寨的庙，那周边有4.2平方公里的地有主权争议嘛，那个庙没有问题啊，那个庙就是柬埔寨的啊。听说那4.2平方公里有稀土啦，有稀土。
而且是最高阶的稀土，重型稀土啊。所以那总金额到底多少我不知道，因为我看到很多数字啊，有的非常夸张啦啊。那反正价值，有的人说有100亿美金这样啦。哦，那这个是比较大的版本啦。反正就是找到稀土啊，那就绝对不能让啊。使得这个事情就更严重。这个有点像南海争议啊，然后下面有天然气，那就更严重。本来是主权争议，然后现在扯到利益了。你这样来那个欺负我们总理啊，然后扯到军方的那个领导人啊，所以泰国有点不忍了啦。就是我要来教训教训你啊。可是我认为这个打不大了，因为东协已经介入了，那东协一定会找联合国嘛。那联合国一定是美国跟中国都介入嘛，一定是这样。因为周边的力量就是这2个国家，所以我认为应该可以处理了，不会再扩大了。就是这样。好，来问谢老师。其实这件事情真的要说来龙去脉的话，那洪森是这个始作俑者，对不对？你刚开始在边境小冲突，人家那个佩通坦打了个电话你。所以他称他这个叔叔也没有错，因为佩通坦的爸爸跟洪森有交情，2个是朋友，所以是辈分是差一个。那可是他就说了，他只是讲了一个，就是说泰国军方的一点点问题啊。结果你这个洪森，你也是长辈啊，而且你跟佩通坦爸爸也是非常好的朋友，怎么把这个电话录音给他录出去，结果差点佩通坦要下台啊！如果不是泰王这个处置的话，他现在只是暂时这个交出职务，那由这个总理代理人。那你说佩通坦要再回到总理的话，他不有一些表示不行吧？对不对？要让军方表现一下，对不对？然后对这个说实话，对柬埔寨这种做法，尤其是洪森这种做法的话，他也不能就吃下去啊。那吃下去就想说，我好好跟你沟通了，结果你把我出卖，害我的总理都做不成啊！对，这个气应该也吃不下去吧？所以真正是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而且从2011年、2008年那个时候就出冲突，从这个柬埔寨独立就冲突，从来没有打过，就是零星这样子这样子交火一下。当然，2008到2011年，事实上双方冲突也蛮大的。也比较大，当时有好几万也是这样子，人民逃离开那个时候。可是这一次，说实话，你这个仗，你需要这样子打吗？你要把那个领土问题解决吗？也不是要解决领土问题，对，那解决什么？我觉得解决的应该是双方的内政的问题，而且呢，某种程度话真的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啊！你这个洪森这样子玩，其实我本来不相信政治人物有这样玩法的，外交有这样子玩法的。不过洪森这种玩法实在是毫无江湖道义，搞成这样子惹祸，而且又不是自己很强大。对，你知道空军，我看了一下，泰国有58架这个 F-16，然后呢，柬埔寨0，你知道泰国海军，我一看不得了，还有航空母舰1艘。当然也像法国那种小型航空母舰小型航空母舰起码也是航空母舰，这2个军力那么悬殊，所以泰国真的是出手就是教训而已，也不是要真正如何。那现在教育训到程度，我看泰国的这个外交部次长就说，我们觉得还没有打够的意思，就还要再继续打，气还没全消。不过呢，人家现在马上立刻，马来西亚以这个东协轮值主席说主持和局。承办人马来西亚，副承办人川普也挂名，中国大陆也派人去了，所以就3方来叫这2方不要打他。说实话，这个也不是深仇大恨，只是这个洪森真的做法是有问题，而且洪森现在被他这个一闹以后呢，被挖出来很多问题。有人说柬埔寨国家 GDP 40%是什么？你知道？是电诈。那还得了，养了几万电诈人员，现在呢，安全一怎么讲？安全一出现问题的时候，这个电诈集团会想要搬离，所以这个其实泰国我是看有一个报道，有一个说法，就是泰国这个做法
让柬埔寨的安全问题出问题的时候，或者威胁到洪森他这个家族政权的这个时候啊，他这个电诈集团会出问题。有人说这个电诈的背后的大老板就是洪森跟他的相关的这些人在罩着这一批人在做这件事，所以呢，我觉得泰国也是抓紧抓到了这个出手的话，那么不但针对这个双方的这个领土争议有一个交代，另外一个呢，针对洪森家族看他能不能撑得住。那所以我觉得这个里面啊，这个东南亚人，你跟他们接触以后，你会觉得其实他们是很冷静的哦，他们是算计的非常的深的。那像泰国，他们常常就讲一句话：宅烟烟，宅烟烟。什么叫宅烟烟？宅烟就是心冷冷，不要冲动。他每天见面就是说，大家一气氛，告诉他说不要冲动。那他很能够忍，很能够运作。哎，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始作俑者要找出来，就是洪森。来做下这件事，你让人家怎么样对你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件事我认为差不多了。然后说实话，也有一个下台机会，因为川普先生又拿36%关税，大家讲说我打这个仗还没赚的，还没有那36%赔得多呢，那打下去有什么意思呢？对，所以我觉得差不多了，哎，差不多了。好，来问将军。柬埔寨跟泰国有这个边境冲突，因为他们这个小打小闹已经100多年了，都没有搞定，偶尔都会有一些偶发性的冲突发生。817公里的边境线嘛，又是为了那2个大庙，那个印度庙在那边争。然后这一方面，柬埔寨也知道这个是个有限度的战争，有限度的冲突，它的规模不是到战争，只是冲突。那干脆就是在短时间内尽洪荒之力嘛，把 PHL 洞山把它抬出来往那个泰国的地方射，那最远可以打到70公里了，赶快那个泰国居民马上后撤啊，因为他那个 PHL 洞山准不准还另外一回事情呢。他刚好也是柬埔寨第一次在战场上做使用，这个柬埔寨的军力是弱了，经费少。规模小，训练也差，然后人数本来就比泰国大概就有泰国的1/3，所以这样子的话，那既然是这个柬埔寨也看出来这是有限度的，那赶快打一打吧，把这个力量发挥出来。所以泰国有优势，但是问题是时间短暂。那这样柬埔寨是弱势，但是时间也是短，那所以大家也尽洪荒之力拼一下吧。这样的话，泰国占的便宜就不会很多。那不要忘了。这个柬埔寨跟中国大陆还有这个有某种程度的军事合作，它的云朗海军基地还是中国大陆帮他盖的嘞，帮他盖了4年呢，规模还不小嘞，77公顷哦，那个腹地，它那个港口那个腹地有77公顷，相当大，就还那个中国大陆出的钱。那这一次如果是小打小闹完毕之后，我想柬埔寨会向中国大陆开一个武器清单，又要向中国大陆买武器了，因为他要面对的是泰国。泰国有这个向美国买的现代化的武器，还有向美国买的无人机。柬埔寨没有，柬埔寨还是一个打越战模式。泰国倒是比柬埔寨这一方面这个武器装备来的先进的多一些。所以柬埔寨我看他经过这一次教训之后，他这一次边境的这个冲突柬埔寨会吃一些亏，死的人会比泰国多。那这样的话，战争中国打完了一天，那这个清单要向中国大陆，所以中国大陆的扮演的角色会越来越重，它不只是区域安全，也变成武器出口的一个来源国了，尤其是在东南亚地区。为什么？因为相对的买这些武器啊，也相对的买了一张小小的保单出来了，而且又是地缘战略的这种地缘战略的关系那么近，中国大陆还卖到中东，还卖到非洲，卖到埃及。还卖到塞尔维亚那边去了，都卖那么远了，那么近，在柬埔寨，而且还有云朗的海军基地，还有跟中国大陆跟柬埔寨也有在这个军事演习上面有某种层次的合作演习，所以在这方面，柬埔寨将来对中国大陆的军事依赖会增加。你看，中国大陆已经供应它 PHL 洞山的这方面的，我们讲的火箭炮，这个是算现代化的。而且打得够远，70公里，所以来看的话，那个柬埔寨依赖中国大陆更多。那泰国会不会？泰国也会压中国大陆，因为泰国本来向中国大陆买2艘潜舰，再送1艘潜舰，总共会买3艘。但是美国有意见，美国认为有意见，这个你都是买我的这个美制的系统，怎么
突然向中国大陆买潜舰呢？所以泰国在这一方面就有点意兴阑珊，他是为了向美国来交代。但是经过这一次的泰国跟柬埔寨的冲突，泰国的这种外交立场还有军事上的立场，我认为也会相应的做调整，因为他认为他跟柬埔寨之间这个边境冲突虽然可以短暂的落幕，但是将来还是会有爆发的可能。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大使谢文吉，翟先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翟轩好，大家好。还有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稍后加入我们。好，我们来看看这是不是就是赖清德的政治性格因为现在大家都在检讨说，哎呀，这一次民进党的大罢免大失败呀，有一部分原因是不是因为你的团结10讲前4讲讲得很离题呀？老曹都这样说你了，可是呢，没想到啊，这是给大家给等到了。他要继续讲了呀！哎呦，千呼万唤呐！本来呢，之前是已经到第5讲，然后因为台风给取消了嘛。他们说现在接下来要继续启动，从外交议题继续开始讲哦。不知道接下来是要讲成什么样子了哟？因为现在真的是面临到外交的这个直接面对到的就是关税问题嘛。8月1号马上要来啦。那我们看到了这个《镜周刊》呢报道说，现在绿营呢自己在这个反省，然后启动改组啊，等不到高层一声道歉哦。这个罢免惨败，党内讲说有一些关键的原因，有他们党内跨派系的一些主要要角指出呢，开票日的当晚，府院党的回应都不及格。一是将罢免失败的责任全部归给罢团助攻的执政党难道不用负责吗？2是不够谦卑丝毫未对最新的民意做出反省和检讨。3是在野的席次全保住了，执政高层却未对朝野未来如何互动、如何解决两院宪政僵局提出看法或解方。但其实这些也就反映出来一件事嘛，就是赖清德的政治性格。其实从当初他担任台南市长的时候，有232天不进议会，最后还被这个监察院弹劾，就可以看得出来他的政治性格就是这样子啊，他不会听人家的意见只要他这样子觉得他就是对的，反正错不在他，他就这样认定的，不会进议会就不进议会，管你怎么样的，硬干到底啊。那再来这个对于台南的灾民也是，都叫你们自己来，不闻不问。现在台南的灾民又面临到又下起了中南部下起了大雨，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画面。爆棚，大家把爆棚。清到今晚过来清，你看。啊，你看到他还在清理，够可怜的，拢无人咧。冰箱，你看他冰箱才搬出来，好可怜。你看这个也还在清理。林俊宪啊，你不是说要捐爆棚啊？然后捐到几乎的冰东西呢？你看，太扯了啦。对，网友拍下了现在在台南简直是另一个时空另一个世界。台南都已经过了20几天了，这样的灾情还在继续当中，帆布还在铺，屋顶还在破，然后现在雨又来了，这是屋漏偏逢连夜雨那再来，这个政府不见了，倒是5月天出手了，低调捐了900万元，还是被这个网友发现说，这个是相信音乐捐了这样子这个赈灾款捐了900万，900万捐了900万。好，那他们就讲说，因为希望能够尽一份力所以捐款900万给台南嘉义云林这些受灾的学校来使用。但5月天这一阵子相信音乐大家也很耳熟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选前不是有大基跟这个闽南郎嘛，用这种你赚人民币的方式在写在歌里面暗自嘲讽那他们就讲说相信音乐插笑话，我看是相信草纸在草纸的地方，英文的这个歌词还写了 RMB 就是暗指说你赚红钱向人民币低头所以让5月天的粉丝也很生气就在这个选前的时候，5月天粉丝在脆上面就讲说，当我们舞迷是塑胶，是不是？本来并不想投票的真的把5月天的粉丝给惹到了。而且你看这个你在那边嘲讽人家这个赚人民币，但是5月天是真的用这个关心、用力量、用出钱出力的方式来帮助灾民，那你们呢？你们就只会
拿文总的预算吗？所以你看到这些青鸟在讲说啊，反正他们现在说祝所有不同意的人啊，女儿像巧芯啊，儿子像傅昆萁啊，反正你们很爱啊，就要用这种方式来出气来泄愤。那结果投不同意的人就回他们，就说好啊，照样造句嘛。那祝你爸爸像柯建铭，妈妈像吴思瑶，姐姐像四叉猫，哥哥像八炯，弟弟像闽南囊，妹妹像苗博雅，爷爷像曹兴诚，反正你们也很爱呀、就是现在开始已经在那边用照样造句的方式互酸互损哦。那民进党看起来还没放弃哦，就像这个赖清德目前的这个态势嘛，检讨谁不利，但是呢，下一站823还要继续吗？今天呢，自由时报就告诉大家说，哦，他们罢团不气馁，823还要继续拼哦。可是呢，罢团不气馁，可是不代表老巢不切割啊！你看到联合报跟中时啊，在讲说，这个绿营内部闹翻啦，曹兴诚已经切割了，让民进党自己去努力吧。老巢已经落下这一句话了。那好啦，民进党内部有一些什么声音呢？黄捷讲说，若需要就责，那是我们做的不够，接下来的责任是我们的事情。沈伯洋讲说，检讨不是内斗，而是负责。下一步，不要只是在说反省，而是要拿出行动哦。那民进党他们说现在有这样的这个分析报道，讲说好像现在又要重整旗鼓哦，就是说要接受大罢免的100万公民啊，这23个罢团是民间自主成立哦，送出2阶91万多份，同意的人却有161万多，所以民进党等同接受了这个100万公民大军哦，要讲这样子士气比较有啦。那再来他们还讲说第2波罢免投票包含了罗明才啊、新竹啊、台中这边有严宽恒嘛、江启臣、杨琼英哦，所以另外还有这个重启核3的全民公投，但是谁胜谁负，还是说又再次会重创赖清德呢？我们先来请教一下亮哥怎么看这个第2阶段罢免。据我了解，他们要聚焦台中啊，就是严宽恒跟江启臣哦。那并不是因为江启臣有机会罢了，而是市长前哨战先抹黑你了那严宽恒就是真正聚焦的对象，对，他们就要把严宽恒干掉，这样就像针对叶元之，那其他是没有办法。因为坦白说，这7个为什么是823？因为他们联署比较困难，对，你就知道这几个区就是深蓝区嘛，本来就比较难那个核3研议公投是民众党提的，对，所以民众党会全力动员，所以光是这个因素就救了他们了，因为民众党的投票率会比726还要高，我认为726民众党可能有帮到5%左右了，其实5%就是救命票，所以国民党真的要感谢民众党，因为过去的这种罢免投票率都是40到50。那这次是50到60，对，我觉得民众党真的是发挥了蛮重要的力量，而且最后喊那句口号，连我都会心动，感动哦，说你若不出来，阿北出不来。这句话厉害啦，你若不出来，阿北出不来，这个是非常明显的小草动员因为我自己直播我知道，他们都跟我讲。说我们是因为阿北出来投票的，所以未来我讲白了啦，对于柯文哲一审之后的交保，民众党一定会非常在乎，所以我觉得真的在立法院，国民党要协助出力啦，就一审之后你一定要交保啦，那至于这个民进党跟罢团的关系我跟你讲，现在有点复杂，罢团在怪民进党公职没有尽力，这个当然有些地方有尽力啦，比如说我去了解状况，桃园就没有这个问题，桃园民进党的议员真的都出来协助了，因为罢团不断的在检举人家没有帮忙嘛，可是很多地方民进党的公职还是不甩你，我就随便讲几个 case 啦，王宏威没有被罢免，很多人青鸟就怪王世坚，说王世坚你没有帮忙之类的你知道我意思了黄建斌怎么会投那么少因为没有看到刘兆豪跟赖坤城在帮忙，为什么？因为内定是庄瑞雄要选，我跟你讲这种事情多嘞，叶元之
连吴思瑶都跳过来帮忙，为什么？因为戴伟山要选，何伯文也认为自己有机会。罗致政呢？你有看到罗致政大量在扫街吗？所以我跟你讲，第一个是霸团认为民进党没有尽力，那因为霸团的能量没有那么大嘛，霸团最多就是动员个15%，那往上的就要民进党来弄嘛，这个是霸团的观点嘛。那民进党的观点不是这样，民进党一些非赖系的啦，就觉得说你干嘛把自己惹到这一些啊？惹到自己变得很民粹、嚣张、反智，那这种形象现在都贴到民进党身上了啊，好像民进党等于曹兴诚加八炯、闽南郎、沈伯洋跟王义川。这个很不利耶。对，所以民进党有些人就觉得啊，你这是莫名其妙啊。有一些人本来就对大罢免有意见啦，比如说王世坚他是有原则的人，他本来就反对大罢免嘛，那我干嘛帮你动？就有点这样啊。有一些人就觉得，你这样搞下去，你赖清德如果让你得逞了，那把那个国民党干掉了，接下来就要干党内的杂质啊。所以我讲这个问题很复杂的，所以不可能到此为止了，不可能只到林右昌辞职了，绝对不可能啊。好，来问谢老师。因为这大罢免的话，有一个苦主啦，姓曹，曹兴诚，我真的很怕，我真的很怕他又去申请另外一国外国国籍，台湾待不下去啦。国民党还不待见，民进党他也不待见。他蓝绿都不待见，他在不用怕啊，人家有钱啊。他问题他自己也出钱啊，对不对？你以为小草这些人哪来的钱啊？对不对？有他自己有责任，那说我就是提供一些资金嘛。对啊，他就出钱啊。然后呢，真的，你看哈，这个明明是一个民进党发动的，对不对？然后最后失败的时候变成伟大的公民运动，跟民进党切割那公民运动那叫公民团体吗？那不叫霸团吗？不是绿营的这些侧翼吗？对，公民团体是在政治议题上保持中立，在所谓攸关的专业议题，环保人权这些它是来监督政府，它是第四权，那才叫公民团体。你这些霸团怎么叫公民团体呢？所以呢，你现在明明白白就把这个什么霸团尤其这个曹兴诚董事长所领导的这一群霸团完全出卖了，意思说失败都是你们搞的。对，现在在检讨霸团在这个罢免过程中有哪一些不对的，然后检讨他们。所以这个川普以前他刚当总统，他说我做生意的时候，我还以为生意人比较奸诈，可是我加入政坛以后，我才知道政治人物比生意人那坏100倍。那结果呢？川普这句话，我们这个曹董事长没听到，那现在听到也听到也不晚了，所以他立刻怎么样？他怎么这个悬来勒马，然后说你们在那边当什么？你们在那边旁边当什么把你们当侧翼，我们都要把他推出来。失败以后就是这个公团，这个时候霸团的问题，检讨霸团。所以呢，现在那个曹兴诚不当傻瓜了，他去了，好，你们自己玩了823炮战，他搞不好站到国军这边哦。你要不要小看呢？我们这个曾经是这么的柔软，统派大佬在报纸买上这个全版广告，说台湾两岸统一的方案，哇，用数学公式登出来，当时统派的这个真的是出钱出力，说不定又反跳了，现在又跳到这个独派，对不对？然后呢，哇，他那个稿子应该不容易，他自己写不出来，找专人给他写的。你看着那个多认真啊，结果被这个民进党耍弄一遍，真的，我是真的希望他想开一点人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有了徐小青祝福他要活得健康。对，我是希望他想开一点啦。人生遭此这种被人家耍弄到这种程度，然后呢，真的
真的何苦呢？啊，真的，我真的替他感到惋惜啊。现在清醒也不迟。来，将军，我认为赖清德的死讲，我认为这个他应该救灾优先吧，死讲暂时先搁着一边吧。南部现在又下大雨淹大水，他专门挑这种对他时候讲。的死讲，他要站在国家的高度，不是站在他这个民进党的高度，因为他这个应该要有正能量，应该是讲那怎么可以讲到杂质呢？或者是讲到其余人呢？或者那些瞒天过海的那种荒腔走板的那历史与典故呢？他应该要很精准，因为国家元首讲话洞见观真，别人包含这些在学校的学生都会去引用，不能乱说，或者是经常乱说，而且不符科学的根据，要非常的严谨。当他的旁边的人虽然弱，班底虽然差，是这外行人，他也可以找一些到大学找教授嘛。我们大学那么多的教授，帮我看一下这稿子可不可以？没有花多少钱啊，几千块，人家帮你顺稿，他结果讲的都是贻笑大方，这个错动百出，这个不好。第二个，我认为他要讲话要有正能量，那都鼓励大家，不要去一直骂这个骂那个，骂东骂西，骂南骂北，都是别人的错。他要虚心来检讨，哪边做的不对，然后大家跟着他一起这边好好的努力，好好上这个向上，好好改革，就要有更多的正能量才对呀。我认为要少批评，多鼓励，然后多做，少说。救灾赶快去救灾，不要在那边讲，你讲没有用，水都淹上来了还讲，赶快去救灾。这一次大罢免哦，花了几十亿哦，给救灾的多好，你花了大半亿都一点意义都没有，制造仇恨，制造对立，制造分化，大家都不团结，制造彼此的仇恨。你就拿这个钱去救灾，不是那个整个不管是屏东、台南、嘉义，那都 OK 了，几十亿。要花对地方嘛。我认为当一个这个领导者要将心比心，要苦民所苦，应该是这个样子，而不是在那边不着边际又讲那些我们讲543的偶戏杀。我认为这个非常的不对。你看看那个南部的地区，我看，因为我是台南人，我台南出生，台南教育，台南长大，我就打电话给他们，我很多朋友同学都在那边啊，我问他们，他说起码台南哦，那种退步啊。就是没有以前那么进步，很多的建设都还是很落后那钱到哪里去了？我们的钱到底花哪里去了？建设我也常回去看，怎么还是这个样子啊？因为其他地方都在进步，都在建设就台南还是那个老样子那个街道好窄那个都没有在这一方面呢，对发心血发心思在上面，因为非常可惜，那只会做一些文宣，只会骗大家。我认为应该改弦易辙。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